随着俄乌两国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，俄下的一个自治共和国也成为了网红。他是谁呢？答案是车臣。那么车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？他走红的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？今天就来和大家一起聊聊车臣。首先呢，咱们先从车臣的古代史说起。车臣原本是众多高加索民族中的一个，居住在阿尔贡河旁边的一个小村子里。那时候呢，他们的名字叫纳赫乔人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平民百姓。不难看出，他们其实不想招惹任何人，只想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小日子。可偏偏呢，天不随人愿。从公元前66年到公元前395年，车臣人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乱，他们所居住的高加索地区也成为了欧洲人争夺的主要场地。不过，欧洲人怎么也没想到，中亚地区的突厥人会来到中间插一脚。他们的铁蹄踏入了高加索地区，并将这里变成了自己的牧场。这是欧洲人第一次见识到东方人的厉害。到了7世纪中期，波斯萨桑王朝逐渐衰败，随之崛起的是阿拉伯帝国。阿拉伯帝国呢，也是一个狠角色。他们有多狠呢？曾经打败过盛唐的远征军，取代了萨桑王朝，还将拜占庭帝国也打了个落花流水。如此凶猛的阿拉伯人自然不会放过高加索地区。为了能够将这一地区变成他们的囊中之物，阿拉伯帝国呢曾4次进军高加索地区，但都失败了。而车臣作为高加索地区中的一员，自然也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战火中茁壮成长，锻炼出了十分强悍的战斗能力，并且凭借着自己的实力过上了一段安稳的日子，也算是当了一段时间的平民百姓。但一切呢，在13世纪又发生了变故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秘的东方人又骑着铁蹄过来了。在成吉思汗的带领下，蒙古西征军一路打到了匈牙利，阿兰王国成为了历史，车臣所在的高加索地区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蒙古帝国的地盘。后来成吉思汗去世，蒙古帝国也一分为4。当时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儿子拔都正在外征战，得知蒙古帝国发生的重大变故后，他停下了自己前进的步伐，在高加索地区呢建立了金帐汗国。也是在这个时候，车臣人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灾难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远道而来的蒙古人烧了他们的房子。面对突如其来的灾祸，车臣人是会选择屈服还是斗争呢？当然是斗争了。奈何实力悬殊太大，车臣人最终呢还是被蒙古人打败了。他们一部分被融合了，还有小部分逃到了深山之中，被后世称为车臣山民。但灾祸到此还没有结束。1369年，突厥人帖木儿歼灭了西察合台汗国，建立了帖木儿帝国，然后想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金帐汗国，于是他们呢就拿着弯刀西征了。来势汹汹的帖木儿帝国军队面前，金帐汗国选择了低头，他们将车臣地区让给了帖木儿帝国。没想到帖木儿帝国做起事情来更绝，人家车臣人民都躲进深山里了，他们还穷追不舍，想要将人家赶尽杀绝。于是车臣山民只好选择躲进更加偏僻的大山之中。至于那些选择屈服的车臣人呢，则是在与蒙古血统融合的基础上，又融合了部分突厥血统。直到后来帖木儿死后，帖木儿帝国走向崩溃，躲在山区中的车臣山民才回到了平原地区，过上了相对安稳的小日子。由此可见，在16世纪之前，车臣地区的百姓一直是别人争夺的焦点，没有属于自己的政权。紧接着呢，金帐汗国也解体了，车臣人民的日子才更上一层楼。此时他们出现了部落联盟制度，也算是有了属于自己的政权了。可惜好景不长，他们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就注定了他们会一直处于漩涡之中。在16世纪，
车臣又遇见了3个对他们虎视眈眈的国家。第一个呢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，他们占领了克里米亚地区，并且以这里为跳板，进一步入侵高加索地区。第二个呢是波斯第3帝国，他们在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争雄的时候，也把手伸进了高加索地区，同时还向车臣地区输入伊斯兰教的文化。第3个是沙皇俄国，他们对车臣也是十分感兴趣。不过在对车臣进行威逼不行后，他们转变了策略，用联盟的方法去拉拢了车臣。这一举动让一直饱经战乱的车臣十分感动。在他们看来呢，土耳其和波斯都是入侵者，而沙俄的联盟行为是值得信赖的。于是在1588年，车臣向沙俄签署了藩属国的文书，标志着沙俄对车臣进行了合法统治。奈何没过多久，土耳其便和波斯一起联手攻打沙俄。当时的沙俄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对抗这2个国家，只好放弃了对车臣的统治权。沙俄放弃对车臣的统治权，他们就真的不惦记车臣了吗？当然不是了。到了18世纪，沙俄卷土重来，这一次他们的力量比之前强了很多，对待车臣的态度也有了改变，直接对着车臣就是一顿打。好比当初的金帐汗国，车臣人当然也不会任人宰割了，于是呢便和沙俄对着干了起来。此时的奥斯曼土耳其似乎也看到了希望，为了能够得到这一地区，他们加入了这场混战。2个大国交战，自然就没有了车臣太多事儿了。从17世纪开始，一直到19世纪为止，车臣呢一直夹在沙俄和奥斯曼土耳其中间，见证了这2国的多次战争。这2国为了争夺高加索地区的控制权，先后进行了一系列大战，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大战就有10多次。不过呢，在大多数时候，沙俄都是胜利的一方。所以在经历了长达200多年的拉锯战以后，波斯、土耳其都向沙俄低下了头。当然了，在这200多年里，车臣也没闲着，他们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对沙俄进行反抗。不过胳膊怎么可能拧得过大腿呢？他们每一次反抗都以失败告终。到了后期，反抗者几乎都没有了，但沙俄并不打算就此放过车臣，因为担心车臣百姓反抗他们，所以在沙俄每隔20多公里就会修建一座炮楼，每隔5公里呢就有一个哨所。他们严密地观察着车臣百姓的一举一动，一旦发现任何异常，就会选择用武力解决问题。为了能够彻底消灭车臣人民反抗他们的心，他们甚至将车臣的宿敌哥萨克人调到了车臣，一副不将车臣百姓赶回山里就不罢休的样子。车臣百姓每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时间长了呢，自然受不了，于是他们选择再次反抗沙俄。虽然选择反抗没有安宁日子可以过，但不反抗也没见得安生到哪儿去，倒不如搏一把。就这样，车臣又乱了起来，一直到苏联建立以后，车臣才再次过上了安生日子。他们成为了旗下的一名自治共和国，并在苏联的带领下慢慢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。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有些东西呢也会随之消失。1991年，苏联解体，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此时车臣的领导人开始追求独立，但这明显是不可能的。于是车臣再次爆发了战争，这一打就是19年。这19年中，车臣的日子自然是不好过。在经历了这一番折腾以后，他们似乎也明白了再打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于是选择了乖乖跟着俄罗斯混。至此，车臣再次过上了安生日子。